你自己染过头发吗？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在网上搜索了无数自己染头发的视频，就认为自己无敌了，完全不是手残党？最后我只想告诉你，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染发。是的，今天我就给你们记录了这一切，但首先我想让你们看看我是跟哪个教程学的。其实染头发一点都不难，尤其是染全头的那种。我很多年前就尝试过各种不同的颜色，深的、浅的、红的、黄的，但是单调的全头怎么可能是我追求的呢？我要的是发根颜色比较深，用意是用新长出来的发色可以创造出的柔和，英文叫做 Baby Light。 我搜索了下中文，提到的并不是很多，很多都提到的是巴拉雅渐层，他们也叫法式渐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翻译啊。不过在法国很多发廊里头都提到了巴拉雅，但那个主要是用在全头的，但如果只是强调头顶，那就是 Baby Light 更细一些。我现在放的就是一个油管上超过330万的视频，哇，你看他那流畅的手法，我觉得我也没关系，我也应该做得到。顺便说一下，因为华人主要的都是黑头发，从小到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除非白头发，所以我们习惯了染头发也都是染一样的颜色。但实际上在欧美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真正的金色、棕色或者红色并不是全头都是一个颜色，而且他们在小时候、中年或者是老年，金色、棕色、红色的程度也会不同。就比如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他是荷兰人，他是金发，夏天的金可比冬天的金要浅很多，因为头发晒了太阳之后就会变浅一个颜色，而且因为头顶的头发是新长的，一般都比发尾的颜色要深很多。就上个礼拜我见了一个朋友，现在巴黎不是全面解禁了吗？我见到他第一个就是非常惊讶的说，哇塞，你把你头发染了吗？他说根本就不是，因为记忆中它的原色就是金色，但是因为冬天加上风尘，它一点太阳都没有晒，头发变成了比较深色的颜色，都甚至变成了一点棕色，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渐变这种染发是从国外传到亚洲，因为他们染发也要追求自然的效果。如果你一眼看到某个人的头发全都是一个颜色从头到尾，那就是很明显是染头发嘛。好，废话不多说，你们估计也看够了这段视频，接下来就上我的染发经历吧。和刚刚你们看到的那支视频一样，我开始挑了一支头发，然后继续在这一支头发里再挑一部分头发出来，撇到一边，把剩下的头发进行染色。可是就在我挑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法把那一部分头发分离出来。可是为什么我的头发就是挑不出来呢？你们也看到了，我头发看起来似乎油油的，实际上那并不是我头发真的是很油，而是我在这次染头发开始，我想保护一下我的头皮，所以在头皮涂了一点油。可是就是那点油让所有的头发都扭在了一起，我根本无法让头发挑出来。我真的尽力了。你们以为我在染头发之前就没有练习过吗？当然有，而且我很顺利的把头发就像那些视频里面一样分开，用锡纸包再上色，我都做过模拟，一切都很顺利。可谁知道我在染头发前给头顶做了一个按摩呢？好吧，好像第一支染的还算不错，你们接下看下去就知道灾难会有多么的可怕。
但是我已经开始了，我就没法往后退了。首先你们看这头发这个油的呀，我挑出了我想挑染的部分，你们看全都扭在一起，完全无法分开。在那段视频当中，油管的博主介绍要把头发挑得很细，我只是稍微的把头发渐层了一下。我这种方式根本就不是 baby light， 只能说我把它调染了一下，而且还是用的非常烂的手法调染了一下，就说至少你在我的根部还是可以看到我黑色的部分，但是调染的部分也都还是非常的大块。你看这个头发简直都是完全是扭在了一起。之后差不多就是把头发整个分了10几个区，每一个区都是把要染的头发挑出来。因为我把速度调快了5倍，看起来似乎很轻松，实际上我当时染了大概45分钟，整个过程非常的纠结。我只能说每染一次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要开始自己这么染头发，不如直接就把染发剂涂在发根上，那样会简单很多。不过人总是想尝试做一些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只能不断的尝试你才能够有挑战自我的感觉，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不过有了这次的经验，我相信我下一次一定能够做到更好，下一次才是我真正展示实力的时候。我一定给你们录一段像刚才我放的那个油管的博主一样流畅而平顺的染完所有的头发。今天的这个视频只是给自己做一个记录，让你们看看第一次自己用锡纸在家里调染头发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而且请你们记住，一定不要在头发和头皮上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头发非常的不顺滑，这样给挑染真的是起了非常大的艰难作用。我想告诉大家是，其实到最后我染完了之后，效果也不是那么的糟糕。我会把对比图放在最后，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染的过程我真的是非常的揪心，好多次都在想，为什么我要自己做这一切。最后放一张我生无可恋的脸，这就是当时我真实的想法。